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千田卓哉先生所著的《改变人生的金钱使用方式》这本书。为什么您总是亏损，而那个人却总是幸运连连？这看起来似乎不公平，但实际上是公平的。金钱给每个人带来了公平的结局，决定这个结局的是您如何使用您的金钱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美丽与丑陋的金钱使用方式；第二，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金钱使用方式；第三，获取成功的金钱使用方式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美丽与丑陋的金钱使用方式。作者千田先生在书中以一个形象的比喻，开启了关于金钱使用的讨论。使用金钱就像投掷回旋镖一样，当您能够熟练地投掷它时，回旋镖会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，最终回到您的手中。金钱的使用并不仅仅是单方面的付出，它无论以何种方式出手，最终都会以某种形式回馈到您的身边。这种回报或许是同等的价值，或许会带来更多的收益，甚至可能导致亏损。然而，不论结果如何，生活终究是公平的。那些长期成功的人们几乎一致地相信，他们的投掷和回报之间达到了完美的平衡。金钱的回报往往并不是及时的，即使在某个时刻您觉得自己在花钱时吃了亏，那也不过是暂时的感受。很多时候，人生中的某个节点，可能是几天、几个月，甚至几年之后，付出的金钱就会以某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回到您的身边。当你已经忘记时，利益可能像雪球一样不断滚大，最终为您带来丰厚的回报。那些当下看似没有收益的事情，往往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您获得成功和幸福的关键。然而，若是目光短浅地使用金钱，则结果可能会完全相反。急功近利地追求眼前的利益，常常会导致未来的亏损。就像投掷不当的回旋镖，最终会以损失的形式回到您的身边。有些人一开始利用金钱赚取了短期的收益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原本看似轻松得来的钱财，反而变成了他们难以承受的负担。这种现象在许多人的身上出现过，而他们在经历这些时，往往会意识到，原来金钱的使用并不只是简单的获取和消费，还涉及更为复杂的因果关系。金钱的使用方式不仅仅限于大笔的花费和投资，小到便利店里的一个简单举动，也可以体现出一个人对金钱的态度。例如，当您在便利店借用洗手间时，如果什么都不买，可能会觉得有些不自在。这时候，选择去购买一件商品，不仅能减轻尴尬，还可以体现出对便利店的一种感恩，这也是一种美好的金钱使用方式。相反，那些经常在社交聚会中逃避支付的人，虽然在短期内避免了开销，但他们付出的代价却是人际关系的流失。金钱使用的美好与丑陋，不在于数额的大小，而在于你与金钱互动的方式。作者千田先生强调，美好的金钱使用方式可以让您的人生更加幸福，就像播撒种子一样。如果我们每天有3次使用金钱的机会，1年下来就有1000次为未来播种幸福的机会。若每一次使用金钱都能带着感恩的心态，那么你所播下的种子最终会结出幸福的果实。而相反，若是以不当的方式使用金钱，那您的人生可能会变得丑陋不堪。那些对金钱缺乏尊重和感恩的人，最终会发现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。为了达到这种美好的金钱使用方式，千田先生给出了一个具体的建议：每当您支付时，要带着感恩的心态。支付不仅仅是简单的把钱交出去，而是一个金钱传递的过程，如同接力棒一样，金钱通过无数人的手传递到您这里。而当您支付时，实际上是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了下一个人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心存感恩显得尤为重要，因为金钱是社会运行的血液，它在不同人之间的流动，构成了一个社会经济的循环。若是能够带着爱和感激去支付，你会发现自己的内心会变得更加充实和平静。有的人认为，
持有金钱，不去花钱，才是对金钱的珍惜。然而，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。金钱的真正价值在于它的流动和使用，而并非单纯的积累。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，为自己所真正想要的东西买单，才是金钱发挥其作用的最佳方式。过度的节俭和吝啬，只会让金钱的能量被抑制。只有当您为值得的事物付出时，金钱才能为您带来满足感与成就感。当然，最糟糕的金钱使用方式是它导致您失去人际关系和声望。那些通过利用别人的弱点来讨价还价的人，可能会在交易中省下钱，但却付出了对方对其信任的代价。被伤害的一方不会轻易忘记这一经历，并且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，报复的回旋镖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回到投掷者的身边。即便花了钱，如果使用方式不当，金钱也会成为人际关系的破坏者。作者千田先生还提到，有些人会频繁地经历意外的收获，这些收获并非真正的意外，而是他们长期投掷良好回旋镖的结果。当他们不断地进行先行投资时，最终这些投资会在他们忘记的时刻回报给他们。这些人总是在不经意间收到丰厚的回报，因为他们习惯性地做出先行投资，甚至忘记了曾经投下的种子。正是这种习惯性的投资，让他们的人生充满了意外的收获和好运。另外一种先行投资来自上天的恩赐，上天会为那些准备好的人提供机会，而这些机会是稍纵即逝的。若是犹豫不决，错过了机会，那么这样的机遇再也不会重新来临。接受来自上天的机会，意味着您同时接受了一项为社会贡献的使命。那些能够理解这一点的人，往往会获得更多的支持者与幸运，并且在未来不断地遇到新的机遇。总的来看，金钱的使用方式决定了您的人生质量。美丽的金钱使用方式不仅能让你获得财富，还能带来更加幸福的人际关系与声望。而那些短视、贪婪的使用方式，往往会让您的人生陷入困境。无论是经济上的收益，还是人际关系的成长，都是金钱使用的一部分。当你以美好的方式投掷回旋镖，它必将以丰厚的回报回到您的手中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金钱使用方式。在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过程中，正确使用金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。尽管如今的在线购物越来越普遍，但仍然有许多人喜欢在实体店购物。作者特别提到，在这样的情境中，要注意如何购买商品，尤其是通过与优秀店员的互动来提升购物体验和人际关系。假设您去了一家高端品牌店，准备购买一件昂贵的商品，但负责接待的店员态度冷漠，令您感到不适。此时，您是否会犹豫是否继续购买呢？实际上，您的购买行为不仅是为自己的需求买单，也为该店员的业绩和薪水做出了贡献。这似乎揭示了金钱流动中一个隐藏的层面。您通过花钱支持了一个对您态度不佳的人，若对此视而不见，可能会影响您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。成功人士往往会选择和态度良好、真诚的人进行金钱交易，即便只是购买一杯茶，他们也会更愿意把钱交给服务态度友好的店员，而避免与让人感到不适的人打交道。这并不是对不喜欢的地方或人的恶意回避，而是一种通过金钱使用建立健康、积极关系的方式。许多成功人士在选择商业伙伴时格外慎重，甚至在购买数百元的小商品时也会注意这一点。他们深知，无论金额大小，金钱的流动背后隐藏着更为深远的人际关系影响。好的氛围往往是成功的前提，而一个不良的交易体验可能会导致更大的损失。不喜欢您的人，通常也不会为您提供最佳的服务，反之亦然。因此，将钱花在那些您认可并喜欢的人或事物上是十分自然的选择。金钱的使用应当是出于理性和真诚，而不是随意。仅靠善意无法构建起持久的关系，因为这种关系可能会因对方的轻视而变得脆弱。在使用金钱时，关键在于与对方保持平等的地位，
确保金钱是付给真诚且值得信赖的人。与此同时，怀着感恩的心态看待您的每一笔付出，能够有效增强人际关系。此外，礼物在建立关系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但送礼的方式同样需要谨慎。作者总结了2个送礼的规则。规则1：重视频率而非价格。大家设想一下，如果您突然收到一份昂贵的礼物，可能会感到困惑，而不是感激。你或许会怀疑，对方为何送这么贵重的礼物？是否期待我的回报？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关系中的压力，甚至让您对这份关系感到拘束。而如果您定期收到价值适中的小礼物，情况就会不同。持续的关心和体贴往往能让人感到更加自在和温暖，关系也会更为持久。因此，频率比价格更为重要。规则2：选择不会留下实体形式的礼物。像食品等礼物虽然是不错的选择，因为它们不会占据空间或造成负担，但作者称，更胜一筹的则是智慧。智慧是无形的财富，能够为双方带来深远的影响。在商业往来中，许多成功人士通过分享经验和见解，代替物质礼物来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。智慧往往比金钱更加珍贵，因为它能带来持久的价值。然而，需要警惕的是，过度给予并不会带来好的结果。比如，在公司中，如果仅因为利润短期上升就立刻提高员工的工资，可能反而会引发问题。尽管员工最初会因为加薪而感到高兴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喜悦感会逐渐消失，加薪变得理所当然，甚至会引发更多的要求。在业绩下滑时，员工可能开始抱怨，导致雇主感到失望和困惑。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商业领域，也适用于个人关系。无论是朋友、恋人还是家人，过度给予都会破坏平衡。一旦对方习惯了您的付出，他们将不再感激，甚至可能要求更多。在金钱的使用上，过度的给予往往出于自我满足的需要，而非真正的关怀。这种行为不仅可能使对方产生依赖感，还会削弱对方的自立能力，使其失去对生活的掌控力。因此，在分享财富时，保持适度是至关重要的。过度的给予会麻痹对方的感知，最终导致关系失衡或破裂。最后是第3部分，获取成功的金钱使用方式。作者在观察长期成功者们的生活后，深受启发，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做法，将超出自己设定的储蓄额的部分全部用于学习。世界上知名的亿万富翁通过慈善和捐赠等活动，避免财富的过度增长。然而，这并不仅仅是简单的资金捐助，而是深入理解这些活动背后的意义，并通过学习相关的知识，增强自身的影响力。对于这些亿万富翁来说，慈善和捐赠可能就是他们自我成长的一种学费。当富裕者将超过目标储蓄额的金额用于学习时，往往会形成一种正向循环，学费投入的越多，收入也会随之增长，最终甚至会产生更多的学习机会。这种循环可能看似难以置信，但它确实存在。作者提到，每个人都希望进入这种正向循环，而要做到这一点，首先要做的就是储蓄年收入的一部分，将超出的部分全数投入到学习。在现有的工作中脱颖而出是关键，而学习正是为了获得与周围人的差异化优势。这种学习不仅仅是提升现有工作的能力，还可以在书店中找到对自己有帮助的书籍，并制定阅读计划，目标是成为所在领域的专家。如果有余力的话，还可以参加付费的研讨会，获得更多的启发。当一个人在其领域成为专家后，便可以开始了解社会的运作方式，通过阅读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书籍，拓宽视野。作者建议，一开始不必选择难以理解的书籍，而应该从容易理解且感兴趣的入门书籍开始。每个人的知识基础不同，学习的起点也有所差异，因此需要自行探索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。
学习和阅读是一种最为有力的自我投资。作者强调了智慧的力量，智慧是人生最强大的武器。作者自己大学时曾花费1000多万日元购买书籍，阅读了超过1万本书。这些知识在他工作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阅读不仅让他接触到古今中外智者的智慧，也帮助他将这些智慧转化为了实践力量。有人可能会觉得，实践经验比纸上得来的知识更为重要。这样的观点并不完全错误，实践确实很重要，但持续的成功离不开持续的学习和阅读。实践的经验只能带您进入同层次的圈子，只有学习和阅读才能突破这一瓶颈，让您接触到更高层次的智慧。长期成功者往往在行动前花费了大量时间来进行学习，阅读相关领域的书籍，甚至遍览所有书店里相关的书籍。他们行动后也会通过反思和阅读来分析结果，并为下一次挑战做准备。如果你想要长期成功，就必须坚持学习和阅读。请远离那些贬低学习和阅读的人。在人生旅程中，金钱使用的最美丽方式将在生命的尽头展现出来。作者认为，最理想的人生是在最后一刻，财富恰好归零。学会在无形的事物上投资，例如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，获取社会智慧，保持丰富的心灵状态，以及创造最佳的生活环境。这些无形的财富，只有在拥有智慧的情况下才能实现。那些能在临终时不留下物质财富的人，往往是智慧的化身。最后，金钱不会跟随我们离开这个世界。感恩生命中的金钱，感恩那些帮助我们管理和使用金钱的人，并在有生之年妥善而明智地使用金钱，这才是最值得追求的生活方式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